從來沒見過這麼牛逼的男人。全程利用榫卯技術搭建山澗木屋，內部空间不但十分的寬敞，還有大氣的壁爐取暖做飯，甚至還徒手開闢梯田，發展養殖業，簡直就是現實版的世外桃源。自從阿坤在梯田播下菜種，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澆水施肥，嫩綠的幼苗很快就破土而出。不過距離自給自足還需要一段時間，他趁着天氣晴好，沿着溪流一路来到上游。這裡有一個很深的水潭，隱約還能看到魚兒在水中游動。於是阿坤立即到附近收集材料，打算制作自動垂釣裝置解決今天的晚餐。首先將木棍的一頭削尖，而後在上方砍出一道缺口作為卡扣，接着又削了一些木塊作為觸發裝置。材料準備就緒之後，阿坤在水裡摸了一些田螺作為誘饵，接下來就可以開始布置釣魚裝置。为了確保不會空軍，他特地設置了好幾處。接下來就靜待魚兒上鈎。考慮到每次吃魚都得跋山涉水一頓忙活，阿坤決定在屋前的溪流中壘起幾道石堰，分段攔截水流，打造成天然的養魚池。他先挑選扁平的大石塊層層堆起，搭建出水池的輪廓，而後再用較小的沙石填補縫隙，防止漏水。很快，阿坤就在屋前開闢出3處大小不一的養魚池。忙完還不忘給旁邊的菜地澆了點水，畢竟烈日當空，菜苗容易曬傷。等忙完這些，阿坤才繼續回到水潭邊查看垂釣裝置。第一個裝置已經觸發，拉上來一看是一條肥美的糖腳魚，果斷將其收入囊中。接着查看第二個陷阱，雖然已經中魚，但只剩下半身，看來這水池中還有巨物。阿坤繼續查看剩餘的裝置。在回家途中，阿坤又偶遇了這只小羊羔，看來他們倆這是緣分未盡，正巧自己也缺個伴，於是便將它給抱了回去。阿坤先在水池邊將魚兒處理乾淨，用木棍給串到位，就可以架在篝火上慢慢烤制。其實阿坤喜歡野外生活，是因為鄰居太吵影響休息。回去後他打算重新找個房子，還好朋友告訴他還是58同城租房效率高，找房東直接租，租成了就能免費維修，省錢省心，搬家還送專業保潔，品牌公寓整租合租的真實房源全都有，還能視頻找房，真房實景都能看，事事可成58同城。等待美食期間，阿坤擔心小羊餓着，連忙上山採了些鮮嫩的草葉餵它。完事之後，才坐在窗前盡情地享受它的烤。吃飽喝足之後，再跳進泳池裡暢遊一番，溪水清涼透徹，瞬間驅散了全身疲憊。次日山裡下起了小雨，阿坤套上雨衣便出了門。等他回來時，肩上挑着2個黑袋子，還有一捆餵羊的新鮮草料。原來他是到山外採購了一些魚苗。阿坤將魚苗輕輕放入養魚池中，看着它們在水中歡快游動，要不了多久就能實現自給自足的生態循環。雨後的山林氤氲着薄霧。今天阿坤還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，就是給小羊搭個遮風擋雨的棚舍。首先需要到山裡收集一些原木，路上還發現了許多熟透的柿子。阿坤撿起一個，咬上一口，香甜軟糯。完事再打包幾個帶走，順便在一旁挖了幾個洋芋，今天的晚餐就有了着落。接着再收集一些原木給帶回住所。他找出祖傳的木工工具，先在水池邊打磨鋒利，才能讓接下來的搭建工作更加絲滑。首先將筆直勻稱的原木截成合適長度，作為棚架的立柱與橫梁。在制作之前還要給它們去皮處理。接着用木板在原木上做出標記，便可以開始加工榫槽和錨眼。阿坤今年28，木工經驗30年，奔鑿斧鋸樣樣精通，一鑿一斧間木屑紛飛，很快就將立柱與橫梁處理完畢。接下來只需將它們按照榫卯結構精準拼接即可。為了確保萬無一失，連接處還要打上木釘進行加固。其實也不是對自己技術的不自信，主要確實是有一點點晃動。隨着主要框架的成型，繼續用原木拼出屋頂的框架。隨着主體框架的制作完成，接下來就可以開始鋪設地板。
懸空的設計可以有效防潮防蟲，能讓小羊住得更加舒適。牆體和屋頂的密封同樣也是用木板嚴絲合縫的拼接。虽然此时天色已經漸暗，但為了小羊羔今晚就能住上新家，阿坤不自覺地加快了手上的進度。為了更加方便小羊的進出，阿坤還特地制作了一個階梯，兜兜轉轉多次，小羊終於有了一個溫暖安穩的家。經過一天的忙碌，阿坤的能量已經消耗殆盡，他先把處理好的洋芋放進鍋裡煮熟，撈出來後再將其搗成泥，鋪在鍋底作為墊層，再將熟透的柿子均勻地攤在洋芋泥上，上面再蓋上一層密封好，接下來就可以直接放到壁爐內微烤。隨着爐火緩緩燃燒，洋芋與柿子的香甜氣息漸漸彌漫整個木屋。咬上一口瞬間爆漿，好吃到抽耳光都不放手。